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台湾为什么积极推进加入 CPTPP 啊？那么这是一个我今天想用一个漫谈式的方法来讲这个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议题相对来说它会比较更宏观一点，我们可以看得看一个更大的一个局面啊，所以我想先说新闻吧啊，然后我们再开始展开这个漫谈啊。那么台湾外交部说，一旦和现在11个成员国非正式磋商完成了啊，他们就会提交加入这个 CPTPP 的申请啊。CPTPP 的全称叫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啊，叫 CPTPP 啊。那么外交部台湾外交部星期天发表的一个声明说，根据 CPTPP 的流程，新的成员申请要跟所有的现在的这个现有的成员完成非正式的谈判，并且达成共识，然后再提交这个申请。然后外交部这么说，他说现在谈判正在进行当中成员国已经清楚的理解我们寻求加入的决心和步骤，态度相当积极那么但是他没有说提交这个申请的这个时间表CPTPP 其实我们之前节目讲过，我在这稍微我们再介绍一下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它是在2018年签署它的前身是 TPP， 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一个其实是横跨亚太的一个自贸区那么这个自贸区其实发生的比较早，但是呢，由于它的门槛比较高，所以它谈判的时间就拖得很长。那么这是拜登的前任奥巴马推动的一件事情那么川普上台之后呢，他对 TPP 不感冒TPP 不感冒，然后在2017年的1月13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退出 TPP 那么川普基本上对所有的这种多边的国际组织不感兴趣基本上对所有的多边组织都不感兴趣，从联合国到 WTO 到这个世卫组织他都不感兴趣他喜欢双边进行双边谈判。然后这个美国退出之后，这个其他的国家觉得我们搞一个这样的协定，搞一个这样的组织非常有必要因为这个是一个横跨亚太地区的一个这样的组织，所以呢，他们就改组了领头的是谁呢？领头的是日本那么他就改组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他就把22条美国主张但是其他成员国反对的这个条文冻结就是说这个我们不实施，我们先做这个门槛没那么高的，先把太高的门槛去掉那么 CPTPP 目前有11个成员国，这很容易记五眼联盟去掉英国，去掉美国剩下的就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文莱加上日本文莱、马来西亚就是新加坡、越南这就是有4个这个东南亚的国家，然后再加上这个秘鲁、智利就是11个国家秘鲁、智利就是南美洲了，已经到南美去了那么台湾加入 CPTPP 呢，其实在今年年初就开始做这个动作然后日本方面是表示支持，然后澳洲表示支持，加拿大也表示支持。那他加入的可能性大吗？他加入的可能性非常大。为什么？
你看一下啊，这个领头的是日本啊，日本肯定跟中国过不去啊。然后核心的这几个国家啊，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啊、新西兰啊，那么这肯定这几个主干的国家，基本上跟中国关系都不大好啊，所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加大了台湾加入这个CPTPP 的可能性啊，这是一个啊。我们先把事情全部讲完，然后我们再来回过头来再来分析啊。那么我们看一下中国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中国发生的事情有2件啊。第一件事情就是11月15号，11月15号啊，中国和亚洲太平洋14个国家，就是东盟10个国家，加上中国、日本、韩国，然后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是东盟加就是加太平洋啊，就是然后再加上中日韩，总共是15个国家签订了一个叫 RCEP， 就是 RCEP 全称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一个亚洲啊，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啊。这个贸易区有多大呢？人口是36亿，占世界人口的将近1半啊。然后 GDP 将占世界 GDP 的1/3，贸易额也占1/3。但是啊，美国不在里头，还有一个国家不在里头，印度不在里头啊。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既不在CPTPP 里面，也不在这个 RCEP 里面。RCEP 是最大的自贸区啊。那么这个 TPP 呢，是最早的一个跨区域的这个自贸区，都不在啊。那么过了5天，这件事情的发展就很有意思。15号，这个自贸区签署了这个协定，15个国家签完之后，过了5天，也就是20号啊，20号，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时候，那么习近平就说啊，我们欢迎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完成签署啊，然后呢，我们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他说他希望加入 CPTPP 啊，就意思就是这边我已经加入 RCEP 了，这边我还想加入这个 CPTPP 啊。那么这个态度呢，其实是很有刺激性啊。刺激性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大概的宏观的讲一下，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啊，叫 WTO 啊。WTO 基本上现在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都在里头，当然包括中国，也包括台湾，美国是其中的一个发起国啊。那么世界贸易组织它是全球贸易关系的一个基础，那么它有很多的规则，很多双方的双边出现的一些贸易争端，会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上去仲裁。那么它基于一个这样的贸易关系啊，它核心的问题是它规范了全球各国的这种贸易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啊。世贸组织非常关键，美国不感兴趣啊，美国不感兴趣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发现就是说中国利用世贸组织的一些规则进行纠缠啊，寻求他自己的位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随着川普总统的上任啊，美国对这些国际组织慢慢的就是放松了对国际组织的介入。那么美国放松了对国际组织的介入，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全面的入侵世界国际各种国际组织啊，包括像世界银行啊，就 IMF 啊，像包括这个 WTO 啊，这它开始全面的渗透。它一渗透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它越渗透，美国对这些组织的影响力就越小。到最后，美国的办法是什么？美国的办法就是，反正我控制不了，我就让你瘫痪。美国对世贸的这个态度就是，我就让你瘫痪掉，就是这个法官不够，我就不同意新的法官上任。当然你没办法仲裁。实际上，世贸组织现在是处于瘫痪状态啊，原因是美国的态度啊。那这样的结果一来，大家就可以知道啊，随着世贸组织它的这个作用慢慢的被边缘化，因为美国放弃了，美国放弃也不让它发挥作用，大家就可以看到，PCTPP 跟 RCEP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当你全球性的贸易关系变成一个不确定的时候，那么区域性的贸易组织就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然后大家干什么呀？大家就抱团取暖，抱团取暖就是 RCEP 也好 ，PCTPP 也好，他们所发挥的作用。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讲的一个道理，就是美国如果放弃他对全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个世界会变成一片混乱，原因就在这里。那怎么办？那么每一个经济体，它就要快速的寻找什么？寻找它的依靠。如果你你13不靠，麻烦大了。就这个时候关键点就来了，关键点就是美国其实现在在哪一个是美国自己是13不靠啊？美国自己他只签那个什么？他只跟签那个新的北美贸易协定，然后其他的都没有签。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中国想再加入什么？再加入这个 CPTPP 啊，我老说反 CPTPP 其实就是 TPP 啊。那么中国要加入，为什么要加入？你想一下，这是个自贸区，对中国来说，对中国这个对出口要求这么高的一个国家来说，他当然要尽量加入多一点的自贸区啊。对于他来说，首先 RCEP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他现在既定的这个策略是什么？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但是它没有平台，因为现在世贸组织的作用也没那么强了，它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他为什么在2017年的，你看哈，2017年的1月份，川普总统放弃 TPP， 中国原来对 RCEP 兴趣不大啊，中国对 RCEP 兴趣不大啊，但是当川普总统一退出 TPP 的时候，中国对 RCEP 马上兴趣就上来了。到了7月份，中国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推动 RCEP。所以其实 RCEP 是在中国全力推动下实现签的这个协议。当然这个协议呢跟 TPP 跟CPTPP 没办法比啊，它有双方两个组织它的定位跟方向不一样。CPTPP 的目的是什么？ CPTPP 的目的是重塑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啊，它在什么呢？它在知识产权、工会、这个国家政府补贴啊等这些非贸易壁垒方面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它也就是说，它的核心的目的是通过 TPP 重塑这些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让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同时这里面是有一些
意识形态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这个环保，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工会等等，它有很多这方面的诉求，而且所以为什么会一口气停掉22个美国要求的这个条款，原因就在这里，美国是其实放了很多的意识形态的成分放进去，这个成分放进去，如果这个条件谈成了，中国是进不去的，一定是进不去的，因为中国不符合这条件。所以你可以看，当初奥巴马的这个 TPP， 其实它是在塑造一个新的经济组织。RCEP 正好相反 ，RCEP 是干什么 ？RCEP 的特点是，RCEP 其实它最大的任务是什么？它不是重塑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它的任务是维持成员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理解了吧？这是什么背景？这就是 WTO。WTO 被边缘化，那大家要抱团取暖，其实主要的方向是这个，所以你看哈，它有几个，第一个，它取消的关税都是什么关税？它取消的关税都是双边已经签订了就是互免已有自由贸易协定之下的关税，它没有新鲜，它为什么能签的原因就是它取消的关税大家都已经有了，好，那我们全部放到这里面来，互相全部免掉，算了，这完全没有难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允许保留各国认为对自己特别重要、特别敏感行业的关税，进口关税，这就是保护我自己既定的产业。如果你保留这个的话，那也没有难度了也没有难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有点关键RCEP 里面有个条款叫原产地规则，它这个原产地规则可以帮助这个企业建立跨国的产业链或者跨国的供应链这是有帮助的。我相信这一点对中国影响最大，中国看重的是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如果有这一点的话，也许中国的对中国来说，有一些想往东南亚迁的这些企业，可能就不一定迁了但是你看哈，它基本上这个所有加入 RCEP 的国家，基本上不需要重新调整国内的法律，这第一个。第二个，知识产权这边也没有什么动作，还回避了什么环保工会这些所有的这些补贴全部都没有。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 RCEP 它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就是维持我们现有的这种贸易关系，也就是说加入这个 RCEP 的成员，其实它最重要的诉求是维持我现有的处境，只是保护我而已那么好了，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台湾为什么要加入？台湾你想一下，它既不是 RCEP， 它如果再不是CPTPP 的话，它等于孤悬在外，它啥都不是，啥不是很危险？为什么？因为 WTO 当年是这样 ，WTO 是中国，我印象中中国是2001年11月11号签署加入世贸，1个月之后中国就成为正式的成员。然后呢，这个台湾是2002年1月1号，也就是说，中国加入了会员的19天之后，台湾加入 WTO， 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来得及行使 WTO 的权利的时候，台湾就已经成为成员国了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先加入，但是呢，台湾也紧着加入就是说中国先于台湾加入，但是不能成为台湾加入的障碍，就这意思
那么台湾如果现在不赶紧找一个组织进去的话，它就会有问题。它问题在哪里呢？它的问题就是当世贸组织没有办法发挥它的这个协调作用的时候，你就找不到人帮你说话，这就问题就很大。所以你可以看台湾就非常积极的要赶紧加入 CPTPP 啊，如果台湾不加入麻烦啊，这是第一个。但是你可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的态度是最重要的。美国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另外拉一个杆子出来，说，哎，我们找几个盟友啊，建立一个全新的这个贸易协定啊，多边的贸易协定啊。那么这是一个选择，就是我们重新搞一个另搞一套，把美国主要的经济关系的国家啊，比如说欧盟，比如说日本，比如说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五眼联盟啊，把这些它的核心的盟友，其实核心的盟友就包括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全部抓进来，成立一个新的贸易组织啊，这是一个方向啊，这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因为如果美国不建立一套新的这个体系的话，美国现在的处境就是全部都塌空，没有别的啊，只有北美这一块是有的。北美这块有没有？其实对于美国来说，那是既定的。那么，但是美国要发挥它的影响力的话，它没有一个组织的话，它怎么去施加作用？这是第一头。第二个，还有一个选择，对美国来说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把CPTPP 再拿回来，加入 CPTPP， 把 CPTPP 再改回去变成 TPP， 重返 TPP， 然后把 TPP 改造成为一个横跨印太地区的一个这样的经贸组织，这才能够美国才能够在亚太地区抗衡中国对这个亚太地区的影响。如果美国在这个方面再不作为的话，那就有点问题。RCEP 其实 RCEP 这件事情非常清晰的反映了什么？ RCEP 这件事情非常清晰的反映了美国在这个地区影响它开始出现真空的时候，中国的反应。所以他开始就说，他说他加入 RCEP 之后，他还想加入 CPTPP， 当然他也可能是个姿态，因为你明明知道是加入不了的啊，但是他也表个态嘛。所以对于台湾来说，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必须尽快的加入它啊，这就是整体的。我们现在整体的看这个大局，就是一个这样的大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这有点像什么 WHO 的情况是一样的。美国发现啊，疫情来了 ，WHO 没有作用，为什么没有作用？中共已经控制它了。那川普总统气得要死，怎么办？我就退出，结果他就退出了。退出其实是个最坏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当你退出的时候，你对他完全没有影响。你别忘了 ，WHO 它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它是联合国的下属的组织，它是联合国的机构。你退出个联合国的机构，那你对这个机构完全没有影响，那你就不能放弃了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平台，这是不应该的啊，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啊！你多生气多好，这是个国际事务，你怎么能够退出呢？情况跟 WTO 的这个情况是跟这个 WHO 是有点像的，就是当美国发现我对他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你当然对他影响力开始下降，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不投入嘛，你没有投入人力，没有投入注意力，你没有投入资源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你慢慢的往外撤，那别人就填补你的空白。
当大家填补你的空白，他对你这个 WTO 就有影响力。你一发现没有影响力啊，那我就准备退群了。那你退群，那你怎么做世界领袖？这就是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所以美国首先我觉得美国要重新搞清楚它的在世界上的整体战略啊，整体战略到底是什么？你到底要不要做世界领袖？你不做世界领袖，好，那你很多东西你要放弃了。那你要做世界领袖，那你就必须把很多东西给介入进去，管起来。你不管起来，别人就管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美国退出 TPP 啊，发展到台湾要加入 CPTPP，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在整个的亚太地区，虽然我们有一个亚太经合组织啊，亚太经合组织其实它不是一个经济它不是一个协定，它不是一个贸易体，它是一个平台，它只是个论坛。虽然有一个亚太经合组织，它只是有个论坛，大家跑到上面去表达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讲完就完了，没什么用啊。所以亚太经合组织没有任何意义啊。这个平台，大家知道亚太经合组织它原来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原来的意义在于很多国家会在这个平台上表达他们的意愿，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在上面表达他意愿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推动这方面的政策。西方的政治是什么？西方的政治叫共识政治啊。那么我要推动一个政策，我先去把这个政策告诉大家，然后去说服大家，大家都觉得 OK 了，然后我们再来推动这件事情。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最大的影响改变是什么？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最大的改变在于它破坏了这种共识政治，它变成什么呢？它变成他跑到这个国际组织里面去，他就去钻空子，搞关系，就破坏了原来的游戏规则。原来游戏规则就不灵了。其实国际组织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讲共识政治，还有一点，必须大家都要表现出君子的态度，就是我们讲话要算数啊！我答应的事情我要做到，做不到我就会有国际影响。什么叫国际影响？国际影响就是我没面子，我在大家面前丢脸，那我不能这样丢脸，那我就还是要做到这件事情，哪怕我吃点亏我都要做到。这就是君子之交，大家是君子之交。那么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组织当中，他完全没有底线，他张嘴就来，就完全这个叫强词夺理。他这样一做，你其他人在君子怎么办？做得了吗？做不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当美国从这些国际组织当中往外撤的时候，我不想背这么多事儿的时候，中国往里面跑。中国往里面跑的后果就是这些国际组织变得乌烟瘴气。你想一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居然中国是其中的理事，中国能成为其中理事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美国不作为。美国你要是作为的话，中国怎么会成为人权理事会的理事呢？这不开国际玩笑吗？对不对？所以美国要好好的检讨美国现在对自己的定位，你才能解决你现在遇到的很多的问题。现在遇到的问题都是什么时候造成的？就是过去这几年来，就是你慢慢的从很多国际义务当中开始给自己松绑，你一松绑，很多事情就改变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我还是再呼吁一下，请大家加入我们的这个推特号跟脸书号，
因为一方面我们是希望就是大家保持一个联系方式，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沟通啊。另外一方面，我也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尽量的来参加直播。那么平台经常收不到平台的通知，那我们会在节目开始之前的5到10分钟把这链接发到推特跟脸书上，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就来参加直播，好吗？就省得大家找不到链接啊。那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明谢 Rainy Mac， 谢谢啊。情况加观点，人民日报点名批评社区团购造成大量摊贩和蔬菜市场失去客源，但社区团购合法经营，降低流通成本，本身是惠及消费者的好事。CCP 为了甩脱保障低层生活的责任，粗暴的损害消费者利益，可耻之极。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大家知道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商贩的这个利益，他在乎的是谁？大家知道，社区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场地。场租是养了很多人的，特别是那些菜市场啊，这些场景啊，那么你想一下，如果这些社区团购把这些生意都抢走了，那这些养着基层躺子布的这些场地就没有收入来源了。其实根本的是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说为什么他会管着团购去？社区团购他管，如果你管社区团购，那你是不是要管淘宝呢？管京东呢？对不对？你京东、淘宝，你杀了多少那个马路边上的摊贩？那啥都不是，那商店直接就灭掉，很多商店都灭掉，因为有网购这件事情。如果你要管这件事情，那不是太多事情？基本上现在所有的互联网在线的业务都不用做了，因为在线的业务都把实体经济在冲击的一塌糊涂，所以这个不 make sense， 所以他肯定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后来想了半天，我那天我一看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他们有一些菜市场没生意了，我就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动了他们的蛋糕了啊。提问：最近巨头涌入社区团购，人民日报等官媒纷纷批评指责，说这会打破市场秩序。政府这么做真的是为了维持秩序，保障个体户的利益吗？还是背后有别的原因？我解释了啊，就是菜市场是谁的，你想一下明白就知道了啊，主要是保护业主的利益。业主是谁？业主就是街道办啊，这些啊。观点：今天上午看了自由亚洲电台对林荣基批评台湾政府的采访报道，我认为民进党政府对接纳香港移民过于小气和谨慎，台湾正经历少子化威胁，无论从利益还是道义上，台湾对香港移民都应该有更开放的态度。说得很对啊。特别是民进党政府能够取得这场胜选，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胜选，我觉得香港人也帮了不少忙吧啊。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作为亚洲自由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我觉得台湾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为香港人。为什么？大家别忘了唇亡齿寒啊，所以大家互相支援是非常有价值的啊。情况：香港盛传中共为了防止 BNO 和其他形式的移民逃亡，会封闭香港，包括封锁边境和外汇管控。很多大 V 呼吁香港尽快以其他方式进入英国或者先去东南亚。
BNO 据说是如果你用了 BNO， 那你就没有那个什么了，双重国籍了啊，就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你用了 BNO， 那你就失去香港的身份，这是我听说了。封锁边境跟外汇管控，第一，我先说封锁边境，我不知道啊，这个不好说啊，没有中国香港没有边境，香港叫海关啊，就是说不让出境，不让出境违反基本法吧？啊，香港人有这个迁徙的自由，你连迁徙都不让，那我觉得这个不靠谱吧？你说呢？那么外汇管制，如果要实行外汇管制的话，那么香港金融中心就不存在了，就完蛋了啊。这两件事情，我觉得短期之内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就如果这两件事情发生，等于就是直接把香港金融中心给拆掉。别人拆他没办法，自己拆我觉得不应该吧。理论上我理解不应该是这样吧。那当然也有些人会说，中共就是不理性的，那你也小看他啊，他这里面有太多的利益在里头啊，所以我觉得，但是尽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短期之内看不到，但是我还是鼓励有条件的香港人能离开的尽快的离开啊，那是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啊，好吗？情况：美国中部州立大学科研工作，昨天收到学校 IT 部门邮件，说我办公室电脑被检测后发现有信息窃取插件和曾经被盗取的痕迹。IT 人员查了一下，原因是我电脑安装了 QQ 输入法，之后让我重置所有密码，还给我重置了一台办公室电脑。中美交恶后，我早已经把 QQ 聊天和微信从办公室电脑卸载了，没想到 QQ 输入法还有这么大的文章，现在想想好可怕。现在我已经把所有中国的软件从我的办公室电脑卸载。这个你还是警惕性不够啊，警惕性不够，就是你可以装在你自己私人的电脑里，如果是办公室的电脑，绝对是不能够装中国产的软件啊，这个很重要啊，这应该成为一个标配啊。网友说，国内输入法基本上全是监控软件，安装了它，你的电脑基本上没有秘密了，还用回操作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吧？我已经早已放弃第三方输入法很多年，我也是，我就用电脑用苹果的输入法挺好用的啊。网友说别的都不说，输入法能够监测你输入的内容，所有内容并进行分析，而且墙内的软件这些采集都是基本操作，你随便输入点什么，然后各个厂商电商的网站推荐广告就不一样。要说没有采集，那真是鬼都不信，非常正确。观点加提问，我倒是觉得 CCP 早已经在各大国际组织中渗透的非常严重，美国退群也是不和你玩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政府会大规模回归这些国际组织，感觉上这又是要和中共继续勾兑，桌面上会强硬，私底下何种交易。除非川普在接下来的6周推出对中国影响极大的政策，彻底搞僵中美关系。王老师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第一，我不同意你说，这个拜登上台就会跟中共勾兑，怎么勾兑呢？把白宫卖给他？我觉得，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常识的判断，一个美国总统他不能够维护美国的利益，那他维护谁的利益呢？那不是叛国吗？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很多我们要看什么？我们对于一个政府的行为最重要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就是政策。除了政策以外，跟这个总统喊什么口号不重要，重要你推出什么样的政策，因为政策才能解决问题。那么，我一点都不相信
我到目前为止，我不相信美国总统会出卖美国利益。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当然，中间也有一些不好的总统做一些坏的事情、错的事情，他受到惩罚啊。所以你不能够说别人还没上来当，你就说他会跟他的对手、跟他的敌人勾结。这个指控我不接受啊。问题：贸易组织和协议对不遵守规则的国家有什么办法和处理方法吗？像中澳之间的自贸协议也都是 WTO。好问题。那国际秩序是谁在维持？国际秩序以前是美国在维持啊，美国是世界领袖，他也是世界警察。那么他通过这些多边组织，什么叫多边组织？比如说 WTO 就是多边组织，通过这些多边组织的规则去约束成员国的行为。那么有人违反，他会推动这些多边组织去惩罚他。多边组织没有惩罚能力啊，通常有惩罚能力就是美国。所以通常的情况是什么？通常的情况就是违反规则的人不听话，是吧？不听话那就处罚你，要是不执行的话呢，美国就会我要制裁你。这就是当年就像以前朝鲜战争就是这样嘛。朝鲜战争最后美国牵头啊，联合国组织一个部队啊，美国我来牵头，然后其他国家也加入，我们就去朝鲜支援这个大韩民国，这就是美国做的作用。但是你说联合国有没有部队？联合国没有部队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如果美国不去做这个动作的话，基本上没有人做这个动作，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美国很重要？道理就在这里啊。观点：美国的民众实际上非常反感这些国际组织，每年从美国的纳税人拿很多钱，却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很多的利益。川普2016年竞选时说要退群，这些组织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我同意王老师说的，美国退群没有了很多制约中共的办法，这也是为什么蓬佩奥花那么大劲到处游说世界反 CCP， 但是和流氓讲游戏规则只是白费口舌，需要像川普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来惩罚 CCP 这个流氓。我觉得你基本上对美国民众的行为不了解啊，美国民众是非常慷慨的，所以说美国民众不同意、反感这国际组织，这是不对的。如果没有这些国际组织，这个世界的秩序是不存在的。二战之后的这些秩序是通过这些国际组织来维持的，没有这些国际组织的话，美国就没有今天的地位。那么虽然美国说会为这国际组织付出了一些成本，但是你别忘了，没有这个整个国际秩序的话，美国的利益才真正的受损。你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它不报告，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美国死了这么多人，所以你不能够看那一块钱，你要看整个的大局啊。所以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后果是什么？不按常理出牌的后果就是你失去所有的盟友。所以为什么蓬佩奥去跑到全世界去喊，去说服别人？以前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盟友很信任你。蓬佩奥到现在跑了这么多国家，有多少国家答应美国说我跟你站在一起？没有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效果就不明显。所以需要什么？美国是真的需要盟友的啊。如果不用盟友的话，美国的利益才会真正的受损啊。提问，请问王先生，有多大概率让中国这个独裁国家退出人权理事会？太讽刺了，我觉得是零概率吧。为什么中国会退出？他都进去了，他为什么要退出？没有可能性啊，除非美国想办法，美国不出手，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啊。观点：中国最擅长的不是创新，也不是技术上的精益求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20-30年来，中国最擅长的是把任何东西做得越来越便宜，
这注定让中国一直在产业链最低端。有点绝对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君子如何和小人竞争？君子不应该跟小人竞争啊，君子不能跟小人竞争。君子跟小人竞争，那你就会变成小人，你怎么当君子呢？对吧？所以君子不能跟小人竞争啊。明谢阮光能，谢谢啊。坚俊丁，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